王叔叔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的困难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帮我。程青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吗？我想自己创业，但是我不想问我爸爸要钱，所以……你想创业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能具体说明一下吗？王叔叔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这么说吧，无论私情，论公，你现在等于是我的委托人。保护委托人的隐私是身为律师的职业操守。好。我想做中草药的化妆品，这是我的企划案。这份企划案做的还是比较详细的，对风险呢也有一定的预防。不过程青啊，你要知道，做生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，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？而且你能完全相信对方吗？王叔叔，这个你放心，风险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，我会把它控制在最小，而且合作伙伴的话是绝对可以信任的。我希望王叔叔可以帮我这一次。如果欧叔叔在的话，他也一定会支持我的。程青，你欧叔叔之所以把监管权给我，本意就是为了保护你。既然你有更好的发展，我相信他也不会反对的。那太好了，谢谢王叔叔。程青，你欧叔叔留给你的财产里啊，包括现金、股票、债券还有房产。不过按照遗嘱的要求，你现在还未满22岁，无权支配。我唯一能够帮你的，就是把欧海洋的房子抵押给银行。抵押欧叔叔的房子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就目前来看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沈长清，不要气馁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永远面对太阳微笑。长青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长青，来，累了吧？怎么样？都快急死我了！哎呀，王律师怎么说？王叔叔说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欧叔叔的房子拿去银行抵押贷款。可是我不想这么做，抵押贷款是有风险的，万一我们要是血本无归，或者短期内收不回本钱，又不能及时交给银行利息的话，那欧叔叔的房子就会归银行所有。啊！如果事情真的变成那个样子的话，我怎么能对得起欧叔叔呢？再说了，这所房子有太多我和欧叔叔的美好回忆了，我真的不忍心去冒这个险。长青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跟你说，现在不是讲感情的时候了，如果再犹豫，丁佳慧就要抢先一步了。丁佳慧，你是说她也看中了田医生的配方？我也是刚知道的，丁佳慧好像已经亲自去找过田医生了。
还好，谈得不顺利，合同还没有签下来。他怎么知道配方的事情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已经让公司的有关部门都在配合他了，还要找谈判专家去找田医生谈。最让人担心的还不止这些，他们还买回了田医生的药膏，要做逆向研究发明，要破解药方来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长青，我当然知道你舍不得抵押欧叔叔的房子，那我们就尽快想出办法，再找到资金啊，不然我们就一丝胜利的希望都没有了。你好好的权衡一下，尽快做出决定。佳慧啊，你那边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进行的挺顺利的，已经跟那个老中医接触过了。下一步呢，会开始商谈合作细节。要抓紧了。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和困难，马上告诉我，叔叔会想办法帮你。无论是人力上或财力上，都不要担心，叔叔会帮你创造最好的条件。啊，潘叔叔，您就尽管放心好了。我现在多方面入手准备，一定会办好的，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我一定不会让潘叔叔和各位董事失望的。好，年轻人有志气，又踏实肯干，潘叔叔对你有信心。长青啊，实习有段时间了，要多向你佳慧姐姐学习，工作有干劲儿，又敢于接受挑战，啊。知道了。鸡汤来了。放在这里吧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，佳慧？可能这几天太忙了，没关系的。等一下。哎，要不要叫医生过来看一看啊？佳慧。不是要打算把这个胸花给出手吧？丁佳慧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，爸爸在财力物力上又大力支持他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想来想去，欧叔叔的房产我是不能动的，现在也只有这个稍微值点钱了。李佳，你明天把这个东西送到典当行去，请那儿的老板给估个价，再找个合适的买家。不行，长青，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东西，你一直这么宝贝着它，你留着不行。李佳，我相信，如果我妈妈知道我要创业的话，她也一定会支持我的。长青，你快拿走，快点，要不然我会后悔的。快点儿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佳慧啊，我觉着咱们好几天没见了，我挺想你的。你现在在哪儿？要不我去接你，咱们出去逛逛。我很烦，我不想见你。啊？什么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不想见我呀？佳慧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，或者是我怎么样？你跟我说清楚。
喂，喂，赵毅，我根本就不爱你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什么？喂？我有事情要问你。妈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还有事儿呢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你孩子是赵毅的。除了他还会有谁啊？那他知道吗？我没有告诉他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想去医院做掉，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赵毅。什么？做掉？妈，不做掉怎么办？难道我真的要跟赵毅过一辈子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妈，整天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。当初要不是为了和沈长清较劲，我才不会和他纠缠那么久。佳慧，你不知道做人流对一个女孩子的伤害有多大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做这种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。以前我想着赵毅家有钱有势，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交往对象。可是当我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爱过赵毅。你不爱赵毅，那还能做出这种事情吗？佳慧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金瑞？来，佳慧，爱情是什么？爱情能当饭吃吗？妈妈希望你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况且金家也不会接受你做他们的儿媳妇，金瑞对你也没有那份心思。现在既然有机会，你就要好好的把握，不要再像妈妈年轻的时候那样，怀着孩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赵毅爱你，你又怀着他的孩子，这也许就是缘分，就是机会，你要把握住啊。况且赵家家境显赫殷实，你一旦嫁进赵家，就是赵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瞧不起你。可是我现在还那么的年轻，我不想因为一个孩子误了我的将来。只要你嫁进赵家，不说赵家家境显赫能帮你不少，就连你爸爸脸上也会跟着有光的。那以后呢，你在沈氏就会扬眉吐气，那沈长清根本就不在你的眼里。佳慧，女人这一辈子机会不多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把握住机会，你的未来在你自己手里。呀，这是怎么了？阿姨，没事儿，他就是喝多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我那么喜欢你，你这样对我。他说的是佳慧。爸爸，你找我啊？长青啊，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爸，这个胸花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上午啊，典当行的人打电话给我，说是有人拿着你母亲的胸花去典当，他们以为啊是小偷的赃物，所以赶紧打电话给我。一开始我还不相信，直到人家把东西签字送来，一问之下，拿胸花去典当的人竟然是李家。长青啊，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李家干的，我马上开除他。不是的，爸爸，是我让李家送去典当的。好啊，果然是你。长青，
你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拿去典当，你这么缺钱吗？你拿这些钱去干什么了？你老实跟爸爸说，这些天你偷偷摸摸的背着爸爸都干了些什么？别以为爸爸什么都不知道。爸爸是不是知道我和徐阿姨的事情了？长青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小到大，无论你想买什么，爸爸哪一样没有满足你？爸爸给你的钱难道还不够你花吗？需要你把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拿去典当？原来爸爸是以为我花钱太多，挥霍无度。爸爸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你给我的那几张卡不知不觉就刷爆了，我又不好意思再问你要。还有啊，我怕丁佳慧她嘲笑我，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把妈妈给的这个胸花拿去典当了。我想这个最值钱了，典当的钱应该又可以花上一阵子。哎呀，你这个败家女！长青啊，你是堂堂董事长的千金，你居然沦落到要贱卖家传的首饰去满足自己的购物欲。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议论你，又会怎么议论我？爸爸，我就是控制不住嘛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每次想到妈妈去世的那么早，最近欧叔叔又出了意外，我实在是很难受，很伤心。我也只有买点东西才会好受一点嘛。要不然，爸爸，你每个月再多给我一点钱，我保证就不会有下次了。你这个孩子，好吧，爸爸以后会多给你一些零用钱，不过你以后也要收敛一点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谢谢爸爸。还有啊，这枚胸花就暂时由爸爸替你保管，这种事情不准再有第二次了。今天我们就把话说明白了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，我认为你和赵毅的相处给他带来了很多伤害。我怎么可能伤害他？他昨天喝得烂醉如泥，直到今天中午才醒过来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伤心过。所以，我现在请你和他断绝来往，不要再纠缠他了。你们本来就不合适，以你的粗心品质，根本就配不上赵毅。阿姨，是您的儿子，他缠着我，死皮赖脸的要爱我。不知道你给赵毅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那点小心思、小算盘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你不过是想攀上我们赵家，这样你就可以麻雀变凤凰了。如果你找我，就是为了羞辱我，恕不奉陪。长青啊，干嘛呢？有空出来陪阿姨喝喝茶呀？啊，你上次给我的那个花茶呀？啊，长青啊，阿姨一会儿再打给你啊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阿姨，刚才对不起，我一时失态了。我知道，论出身，我是没有赵毅这么优越，但是我和赵毅是真心相爱的，所以请你成全我们。我会信你的鬼话？你既然爱他，为什么要伤他的心呢？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，是我太任性，耍小孩子脾气，伤害了赵毅。可是哪一对情侣不吵架呢？我相信，这绝对不会影响我和他的感情。你这样的女孩啊，我见得多了。说吧，究竟要怎么样，你才肯离开我们家赵毅？我是永远也不会离开赵毅的，你就别费心想拆散我们。即使您是赵家的女王，但是儿女的感情，您恐怕也无能为力。阿姨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是有成见的，但是我是真的一心爱着赵毅，求求你别拆散我们。就是因为你一直反对，所以昨天我才和赵毅说分手的。
说分手？好啊，你马上离开赵姨，这样大家都高兴。我是不可能离开他了，因为我怀孕了，我已经有了赵毅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佳慧，你刚刚说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，真的？真的？妈，你听到了吗？佳慧说她怀了我的孩子，你怎么还这样对她呢？你同意了不就行了吗？啊？好啊，真够有心机的。你就是看我不同意你们俩的事，就先把孩子给怀上了，然后用这个做要挟，想进赵家门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休想！妈，你要是敢娶她，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。你也给我滚出家门！哎，妈，你给我，哎，妈！好了，佳慧，别难过了啊，来，先坐下。来，佳慧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昨天你为什么生气了？对不起，都怪我。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妈的态度你也看到了。她是我妈，我能怎么办呢？不过佳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我已经还了你们赵家的骨肉，可是你妈还那样羞辱我。好了啊，赵毅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的男人，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。既然你妈妈不同意我们结婚，那我们就分手。我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，你们别想见孩子。哎，佳慧，你给我点时间行不行？我一定说服我妈，好吗？啊？万一不成呢？如果我妈真的不同意，那咱们就偷偷结婚。真的？你真的敢这么做吗？对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为了你跟孩子，哪怕我妈不认我，把我赶出赵家的门，我认了，我无所谓。哼，你要是被赶出来一无所有，那我嫁给你干什么？我可不是想跟你一起吃苦。赵一，怎么说她也是你妈妈，结婚的事情还是让父母同意才好。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得了一个不孝子的骂名。佳慧，你真的是一个很善良、很善解人意的女孩。我能娶到你，是我一辈子的福气。你放心，只要咱们俩坚持下去，我妈肯定会同意我们的婚事，好不好？那好，那我会等着你，和孩子一起等。
沈小姐，请问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？你已经在这坐了大半天了。如果到了我们约定的期限，而您未能偿还贷款，银行有权没收您的房产进行拍卖。拍卖的钱一部分归还给银行，一部分归您所有。但是您贷款信用以后会受到影响，以后再想续贷款会很难。如果您还做不了决定，可以回去再慢慢考虑一下。签字吧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这里。徐阿姨，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，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，只许成功，不可以失败。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，都要挺过去。还有，我要亲自去找田医生谈配方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佳慧怀孕了？已经2个多月了。哎呀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竟敢瞒着我！不想瞒着你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前一阵子佳慧也没太在意，这2天才确认的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女儿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竟然一直没有察觉！魏森，你先别生气啊，先好好想想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。该怎么办？当然是马上结婚。佳慧现在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她的肚子就会显形了。难道你想要等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好来嘲笑我潘美岑吗？韦森，结婚当然好，可是现在赵毅的妈妈她不同意这门婚事啊。不同意？他儿子干下的好事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外人看来，佳慧也是我名义上的女儿，现在未婚先孕，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？不行，明天我得把赵董约出来，好好谈谈这件事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尽快把这门亲事定下来。这婚必须得结。好。哎，你呀，好好管管佳慧，别让她再给我惹事了。好。哎。请问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你找谁啊？你好，您就是田医生吧？我是沈长青，幸会。今天是周二，周二本人不看诊。周二是我的研习时间，30年了，雷打不动。田医生，我不是来找您看病的，我是华思化妆品公司的，我是想来跟你谈一下配方转让的事情。那我告诉你吧，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东西，你走吧。您这儿不是有排毒治痘的药膏吗？用过的人都说效果特别好，你有没有想过好好开发，让更多的人受益呢？小小年纪就出此狂言，你懂得药材吗？你懂得药理吗？你什么都不懂，就敢跑到这儿来大言不惭地叫嚣着要开发中药产品。
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啊，都被你们这些人胡乱糟蹋赚钱了。我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，你走吧。哼！田医生，田医生，田医生，我是真心实意来给你谈配方转让的事情，真的。田医生，田医生，你开下门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我们一定会尊重您的意愿，您尽管提要求啊。田医生，你开一下门，田医生，田医生，你吸吸你身上的铜臭味儿。跟你说了，我这儿没有什么你要的方子，你走吧。不是。丁经理，又一个买家来田医生这儿，不过看样子被田医生轰走了。田医生的脾气古怪，是出了名的。既然他说了不卖，那就一定不会改变主意的。行，我会继续帮您盯着的。来，赵兄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潘兄客气了，来来干。赵兄啊，今天约你过来呢，是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。哼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是不是赵毅和佳慧的事啊？哎呀，赵兄既然知道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本来这话我也不好意思开口，可是事情已经迫在眉睫，为了孩子的幸福啊，我也顾不着什么脸面了。佳慧呢，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呢是想让2个孩子早点结婚的，可是我们家的事你是知道的。哎呦，他妈妈不点头啊，我是做不了这个主的。哎呀，赵兄啊，无论如何啊，你要回去劝劝嫂子。女孩子家怀孕呐，这可是大事，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如果还不赶紧把婚事定下来，日后要是传了出去，对你我的影响都不好。再说了，佳慧是我养大的，她和令郎相配，怎么说也算是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呀。潘兄，你说的是啊。既然潘兄都开口了，我回去一定和赵姨妈妈呀好好谈谈。好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来，赵兄，来，咱们干了。好。什么？赵家的人还是不同意？都是你干的好事，害得我甚至老脸给人家打。切，不同意就拉倒，我又不是非他赵毅不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就别说话了。贝森呢？你别骂佳慧了，她也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嘛。那是她自找的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这赵家的人也太不给面子了。佳慧可是你女儿啊，她在外面受了那么大委屈，你可得给她做主啊，维森。哎呀。
我怎么总是做这个梦啊？沈长清，你几天没练跆拳道了？怎么了？大小姐脾气又犯了，想打退堂鼓啊？不行，这样长清会觉得我太凶，没有内涵。哦，长清啊，最近好吗？我想约你一起吃个饭，散散步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手表你帮我修好了吗？哎呀，不行，这样他会觉得我是在刻意问表的事情。长清啊，最近好吗？一起吃个饭吧，我想见见你。哎，我怎么那么笨呢？喂，佳慧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一会儿知道怎么跟长兴说。哎，长兴。赵一哥，你今天怎么有空约我出来啊？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呢，是有事想请你帮忙。因为这件事除了找你帮忙，别人都帮不上呀。什么事情啊？你说的好像很严重一样。还有啊，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？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是，这个事情是很严重。只要我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会帮。你也知道的，你就像我亲哥哥一样。哎，没事，就是佳慧，你姐姐。啊？佳慧她怎么了？她到底怎么了？她怀孕了。怀孕了？轻点儿。不是。丁佳慧怀孕了，谁的孩子啊？什么谁的孩子？当然是我的孩子，还能谁的孩子？你们两个……哎呀，行，长兴，咱先不说这件事了。一提这件事，我头都快炸了。这事把我弄的……哎，我跟你说对，我要跟你说的事情是，你知道我妈一直不同意我跟佳慧交往，对吧？但是佳慧她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照理来说应该是奉子成婚的这件事情，可我妈不同意，她死活不同意。他说：“如果我继续跟佳慧交往，他就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”你也知道，我爸在家里他没什么说话的权利，所以我就想，我妈挺喜欢你的，要不你去跟我妈说说，你试试，可能会有用的。赵一哥，如果说阿姨她不同意的话呢，她一定有她的理由的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每一个妈妈都是为自己孩子好的。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我在脑子里我之前都想过很多遍了，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很严重了。佳慧她怀了我的孩子，而且我现在也决定了，我这辈子就结一次婚，就爱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丁佳慧，我绝不会放弃她。如果长青你真的不愿意帮助我的话，那没办法，我只能跟家里一刀两断，我没办法，我也没得选了。你说什么呀，赵一哥？你不能冲动的。如果你真的那样做的话，赵阿姨她得多伤心呢！千万不要这么想。我跟你说，所以长兴，你也不想看到我家里这种情况吧，对不对？你也不想看到我家里像这样搞得一锅粥人仰马翻的样子吧？我求你了，长兴，更没求过你什么事儿，我就求你这一次，你跟我妈去说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你试试行吗？长兴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手表的事情真的很对不起，我找了好几家店，您点的东西他们都说修不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完璧归赵的。不着急，慢慢修。慢慢修。